今天是2025年12月3号，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78天。昨天俄罗斯全域战损人员1110人，战损装甲坦克1辆。俄军的装备损失在迅速下降，尤其是坦克装甲车的损失下降幅度非常大，从去年的每天几十辆到现在的1辆，并不是说俄罗斯坦克装甲升级打不动了，而是被乌军打没了或者供应中断了。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俄军更多的是发起人肉冲锋，俄罗斯钢铁洪流彻底消失在乌克兰的黑土地上。叶尔马克兑现承诺，抵达前线，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作战。暂且不说他是不是腐败分子，就凭这一点，伊尔马克足以证明他对自己国家的忠诚。上了战场，生死难料，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在战场上。有这样的人存在，乌克兰怎么可能会失败？俄军再次宣布完全攻占了红军城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乌军依旧在坚守红军城。俄军目前占据了红军城 67% 的领土，未能完全占领。乌军目前坚守铁路线，并不断的发起反击。俄军继续在红军城东部和东北部发起进攻，但毫无进展。格拉西莫夫不止一次向普京报告称全部占领红军城，普京甚至表示要去红军城视察。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当时就表态称，热烈欢迎普京前来视察。到目前为止，普京也未敢踏入红军城半步。米尔诺赫拉德乌军继续在南郊和俄军激战，罗金斯克和里夫内仍然在乌军的掌控之下。库皮扬斯克方向，格拉西莫夫也向普京报告称，完全控制了该市。事实是，乌军即将清理完毕残余的俄军。乌军已经打到了奥斯基尔河、胡利亚波尔方向，乌军牢牢阻挡俄军的攻势。俄军多路进攻均被乌军击退，正试图将攻击方向转向西维尔斯克，其他战线基本没有重大变化。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的打击持续升级，并迫使对方全面提高电价。据媒体报道，俄罗斯为了应付战争，并弥补北高加索地区的债务计划，提高全国电价，将效仿之前的远东模式，对批发电力价格征收普遍附加费，以弥补所谓的巨额亏损。目前，莫斯科方面还未公布具体的措施，详细的消息还有待验证。但俄乌战争对俄罗斯财政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此前，俄方还被爆料动用黄金储备解决财政问题。西方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制裁的连锁反应已经显露出来。与此同时，乌克兰对俄方能源设施的打击还在继续。昨天夜间再度空袭了奥廖尔的油库，具体位置在利夫尼区。该油库曾在1月就遭到乌军无人机重创，一度停产了数周。从目击者拍摄的视频看，该油库已被大火包围，燃起剧烈的浓烟。初步预计至少有2个油罐被无人机摧毁，造成了数起2次爆炸。据悉，奥廖尔距离莫斯科南部仅380公里左右，是俄首都重要的能源供应地之一。这场长期的消耗战，对经济即将崩溃的俄罗斯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普京比谁都清楚，他可能赢不了这场战争，不然也不会在28条和平协议里专门加上一条不追究任何人战争责任的条款。如果俄罗斯真的能打赢这场战争，谁能追究得了他的责任？泽连斯基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视频会谈，泽连斯基通报了和美国的谈判进展，马克龙宣布自愿联盟出兵乌克兰的事情已经讨论完毕。和平协议如果签署，这些军队将携带重装备立即进驻乌克兰。德国总理表示，绝不会接受任何强加给乌克兰的和平协议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，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